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卫。这是几个月前录制的内容，但一直没有时间整理。刚好下半年多了很多3天的连假，所以来分享一下怎么样3天出国玩。我们从青州机场搭乘巴士前往 KTS 武松站。第一天想去青州旁边的城市大田，只要搭乘1站就可以到咯。票价换算起来大约是170元。哦，对了，忘记扣最重要的机票钱了。截图是9月某个周末前往青州的价格。青州的机票价格一直低于韩国其他机场，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下青州周边的旅游。我这次的旅行买到的是5200元的机票哦。接下来行程正式开始。我们在大田车站发现很有趣的点心店，有韩式炸热狗以及各种鱼糕料理，还有免费的热汤，直接买起来当早餐了。应该真的很道地，我看他们很多上班族也在吃。接着去大田超有名的面包店续摊，想买圣心堂的面包，强烈推荐在大田站买好。看起来，因为车站人潮也是很多，这些面包都是保证新鲜现做的哦。还可以看到他们最著名的炸菠萝流水线，我画面中的几样全部推荐。来韩国吃面包一定要搭配冰美式啊！哦，对了，右上角是这次9999挑战的剩余预算哦。吃饱喝足，来到政府厅舍前站，搭乘地铁使用 T-Money 进出刷卡就可以了。政府厅舍前站离市区很近，我们选的饭店也在这里。双人房1晚1300元，相当于1人650元，是不是超级便宜啊？晚点开箱给大家看。这是从饭店出发的大田一日游路线。E-Mart 是超大间的韩国超市，非常好逛。屯山史前遗址，我是建议路过看看就好，请看 VCR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屯山先史遗址。好，我完全不知道介绍什么。我在哪里？你有拍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一些树跟一个牌子。注意，没有灭火器，史前遗址也是怕会烧起来的。哦，里面还有打灯哎。就是这样。好，但不得不说，整个公园园区还是整理得很漂亮的，也有一些后来建的韩式建筑。反正也是顺路经过绕进来，我觉得可以。大田的平日真的清幽得很过分啊，别说游客了，人类都很少。接下来的路线就是先到大田美术馆，里面有很多现代艺术展品，非常好拍照。但我们艺术素养不够，就先 pass 了，在外面逛逛就好了。然后去韩霸树木园，听说1年4季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，以及当年大田举办过 Expo 的园区。最后去大田最大新世界百货，是一个以艺术还有科学理念设计的百货。里面有各种韩系潮牌，还有空中花园以及室内水族馆哦。这里还有一个在38楼的星巴克，风景超美，可以鸟瞰整个大田。到处都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整个园区里面就只有我眼前的这一只，好漂亮！我有看过网络上的图。只是现在我们的时间有点不太正确而已，怎么可以这么萧条啊？我触目所及，没有一个东西不是黄色的，除了天空。早上的圣心堂面包还剩下2个，好像很适合在这边休息、野餐、吃东西。不是我要说，现在这时候来真的是有够荒凉欸。不过荒凉归荒凉啦，整体氛围上还是有台湾少见的冬日美。大田曾经举办过世界博览会，前方那个塔可以免费上去看风景哦。这些是大田 Expo 的吉祥物们，蛮可爱的诶，塔内也有卖周边哦。隔壁的新世界百货内部超宽敞，到处都有休憩的区域。
好像买一个咖啡或一个蛋糕，就可以找个地方放空一整天。它随处可见这种很有质感的造景。这个 mall 的顶楼还有小朋友游戏的地方，很漂亮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迷宫。这是在建筑物的顶楼喂，视野好，拍照超级美。坐在这来杯咖啡也是人生享受。逛完百货，沿着这条路线走回去，要去吃很有名的太平牛肉汤饭。回程路边有这种小山路也太可爱了吧！韩国人好像很喜欢赤脚走黄土路哦。这间牛肉汤饭，当你看到墙上的内容翻译也没办法通的时候呢，开启 Map 或小红书，直接把整个 set 跟他讲，他就会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， 就可以完成点餐了。这个生牛肉是可以直接吃的，泡菜是无限续的，可以自助的。这纹理很漂亮。2碗汤饭各11000韩元，生牛肉要12000韩元，总和大约台币740元。我刚吃了一个，完全不会腥诶，就沾这个芝麻油，超好吃的。因为它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嫩，它是有一点点嚼劲，然后嚼了一下以后呢，就越来越香的那种。这个汤饭呢，看起来也很浓稠，很好吃。它这个很大，超级大的，它是内脏汤。我以前也算是吃那个牛肚啊、牛杂的专家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哇，好好吃，卤的超级入味。介绍一下我们住的路线公寓酒店，很宽敞，除了有双人书桌，居然还有 IH 炉跟洗衣机耶。浴室倒是比较简单，但蛮干净的。这样在观光区只要1300，真的 CP 值好高啊！整理完行李，我们偷懒了一波，搭乘 Uber 到 Sky Road， 大田最有名的逛街地区。Sky Road 是一个很舒服的徒步区，各种知名品牌都有，包含 Olivia Young 啊、New Balance 等，也有很多韩系的潮牌店。餐厅的选择也很多，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上方的投影，晚上会更漂亮哦。附近还有很美的水岸跟传统市场，散步也很舒压。沿着河岸走，还会有很多有名的造景。看看圣心堂本店的人潮有多夸张。如果不想排队的话，在车站吃就可以了。车站的经典品项都有哦。这间猪排店超猛，因为我也不会念，我把名字留在资讯栏。外观非常的不起眼，我们也是找了很久。就在这个很像咖啡厅的楼梯上去。使用平板点餐，有非常阳春的中文翻译，直接在上面插卡就可以结账了。店内的气氛很好。这是我的猪排加cheese猪排加炸虾的套餐，这样一个 set 啊，只要大约300元台币哦。对面这个组合更是厉害，完全融合韩式风格的炸猪排套餐。姿势淋下去的瞬间，等一下，你这姿势。猪排超级嫩，超级好切。下一集我们将回到韩国青州，剩下的预算不到2600了。我们还有1天半的行程，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订阅跟按个赞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